30多年前，在湖南省省会长沙市的东郊，一片平原上伫立着2座奇怪的土丘，它们凸显在田野上，好像马的鞍具。当地人叫它们马王堆，传说是公元9世纪一位王的家族坟墓。它们真的是坟墓吗？如果是坟墓，那么里面埋着什么人呢？湖南省省会长沙是中国南方的名城，拥有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。遗憾的是，2战期间，一场大火几乎烧毁了地面的所有古建筑。但是在长沙城的地下，仍旧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和遗迹。长沙市东郊的这2座土丘，因为外形很像马的鞍具，所以被当地人叫做马鞍堆，后来讹传为马王堆。而一本地方志有记载说，马王堆是5代十国时楚王马殷的家族墓地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1971年年底，当地驻军想利用马王堆的2个小山坡建设一座地下医院，但是在施工的过程中，总是遇到奇怪的塌方。工人用钢钎对地下进行钻探，忽然从钻孔里冒出了呛人的气体。有人用火点了一下，马上出现了一道神秘的蓝色火焰。最早接到消息的湖南省博物馆的侯良先生马上意识到，人们遇到了一座古代的墓葬。湖南土话把这样的墓叫火坑墓，据说里面的东西一般保存得比较好。但是当侯良赶到时，火焰喷出已经3天了。当时我跑到门政部去接了一个那个小的氧气袋啊，我想灌一点，但是这个气已经跑了3天了。你3天嘛，你倒好多，我去了起码有10几个人在里边倒，啊，最后我就灌就那个气泡很小了已经，气泡啊泡这样的，灌半天再灌一点。但是天黑了，可我就没有灌了。但是到后来整个科研中间就缺少了这个东西。究竟这库体是什么东西？这气体这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缺患。1972年1月，考古队正式对神秘的墓葬进行科学挖掘。推土机清理掉一部分封土后，露出了墓口。显示出这个墓葬南北长20米，东西长17米，是个大型的古代墓葬。进一步的清理必须依靠人工进行，在湿润多雨的长沙，挖掘非常艰难地推进着。当人们怀着期待的心情坚持繁重的工作时，一个坏消息传来，发现了一个圆形的盗洞。盗洞笔直地朝着墓葬的下方插去，总是跟着考古队，没完没了。每天我在那儿挑土包，一看到那个盗洞，这都黑黑的，这个大概是这土里边有这个铁矿吧，是一种黑黑的，像那烟熏一样的。哎呀，我说这家伙，咱们拼着老命在这挖，到最后嘛挖个空墓啊，是不是？
一直向下延伸了17米，盗洞终于消失了。就在这时，人们挖到了一种黏糊糊的泥土，它的俗名叫白膏泥。在中国的南方墓葬中，白膏泥常常用来保护墓葬，据说具有很好的封闭性。这时，一件有趣的事情在发掘工地上发生了。忽然有工人说，他在白膏泥中挖出了绿色的树叶。周围的人不敢相信这是古时候的树叶，说一定是刚从树上掉下来的。后来，这100-200个双眼睛对中国回归之后，我们当时有那个锹啊，这么长的，一长的，这么好的白膏呢，一锹的长在那个畚箕里头、筐里头，一插下去，拔下来，那个树叶一半在那一面，一半插下来，后来就打开了绿的。难道真的是古代的树叶吗？这实在太令人吃惊了。在随后的发掘中，人又在填土中陆续发现了翠绿的树枝和黄绿色的竹筐，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。人们预感到这个墓葬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出现。白膏泥的下面是一层厚厚的黑色木炭，装满了整整4卡车，估计超过5000公斤。把那木大白膏泥都搞完以后，上边是一张很大的竹席。当时把席子揭开以后，就碰到这，大家吃惊了。我们有些老工人，他解放前就挖墓，他就挖了几十年了，他挖了一辈子没见过保护这么好。因为长沙这墓10墓9空啊，都被盗了，解放前都被盗掉了。这么完好。这是一个方形的墓，深20米，从上到下逐渐缩小，像漏斗的模样。漏斗的底部摆放着4米多长、1.5米高的椁室。面对如此罕见的巨大椁室，连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都感到惊讶。椁室由数十块整木制作的椁板拼合而成，有的椁板重达1000多斤。椁室的超大体积也给人们带来了麻烦。直接从墓坑中移出椁室的可能性不大，人们只好想办法在墓中先揭开厚实的椁板。椁板一揭开，人们就意识到几个月的付出没有白费。这是一个丰富的地下宝库，中央是巨大的棺材，四边的边箱里填满了五光十色的珍宝。在淤泥的覆盖下，每件物品都像是新做成的一样。就在考古队员小心翼翼提取文物的时候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又出现了。在东面的边箱里发现了这个漂亮的漆器。打开盖子，在场的人都不由得瞪大了眼睛。这顶盖揭开，哎呦，下边是水，飘了一层肉片。哎呀，这个王旭啊，就是北京的王旭。哎呀，这2000多年的肉片，哎呦，很清楚，一片一片很清楚。哎呀，这么一喊，大家都看，这稀奇的事儿都看，他就赶快，就是人都挤，他把挤回来了，慢慢这么一端到这中间，赶快就照相。就这么一端一放，剩下几片了，然后放在汽车上马上送回来，哎，没有了，变成一股痰了。
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最容易腐烂的东西保存得如此完好呢？又是什么原因让神奇的景象转瞬即逝？这时的人们还来不及思索这些令人费解的谜团，琳琅满目的文物源源不断地被取出墓坑，最后只剩下墓主人的栖身之所了。当挖掘一开始，对墓主人就有很多种不同的猜测，但是都找不到确切的证据。这里面究竟藏着一位什么样的人物？在这个埋藏有千年不朽的藕片、树叶以及色泽如新的随葬漆器的巨型墓葬中，还会出现什么令人惊异的景象呢？人们急切地等待着开棺的一刻。开棺的过程再次出乎人们的意料，庞大的棺材竟然套装有4层。最里面才是安放墓主人遗体的内棺，棺盖上覆盖着一块T形的神秘帛画。这幅长达2米并且完好无损的巨幅帛画，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。帛画上复杂的形象透露了墓主人什么样的内心隐秘？他又为什么放置在最靠近墓主人的内棺上呢？此时还无法细究这些问题，人们决定先在墓坑里打开内棺。内棺打开，人们看到的是一团裹得严严实实的丝绸物，神秘的墓主人还是没有露面。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，人们费了9牛2虎之力，把墓主人连同棺材完整地取回了博物馆。要见到墓主人的面目，必须先揭开裹在外面的丝绸物品。他身上盖了2层那个等于是被子一样的，非常漂亮，非常鲜艳的，那像新的一样的。哎呀，大家可吃惊了，因为我们刚才我讲到北京的王旭的，他是专门研究古代丝绸的，他从来没见过这个2000多年这么好的丝绸，他也高兴极了。但是他下手去解还是一解不开，像豆腐一样的，看着好看，但是呢，他已经有点锈了。为了拨开主人身上的丝织品，又花了整整1个星期时间。墓主人的身上裹了20层衣物，有丝绸、麻织品，春夏秋冬的衣服几乎都俱全了。在揭衣物的过程中，人们闻到一股强烈的酸臭气。如果尸体早已完全腐烂，怎么还会有这种气味呢？那每天呢，我们都在那搞，就是在那些，那臭得不得了，那臭得不得了，那真是，臭得不得了。难道真的会出现奇迹吗？焦急的人们在等待着答案。这会儿已经到后半夜了，已经从10点钟出来到这会儿，忙到了后半夜，大概有3点钟了，切来切去，切来切去，最后就。切到一层麻布的上头，在麻布再下去，就到了。我拿手一摸呀，就觉得有点软软的了。墓主人终于露出了面容，所有在场的人们都目瞪口呆。有人呐，有人我们就不能动了，一个下部怎么搞？那不是创造出都不能搞的啦，不行了。就这样，先解决这个问题，这就了不得了。
女尸经过防腐处理后，被送到了湖南省医学院。它不像一具古尸，皮肤仍旧是淡黄色的，按下去甚至还有些弹性，部分关节能够活动。注射防腐剂时，软组织随时鼓起，以后逐渐扩散，和新鲜尸体十分相似。这不仅是世界考古史上的奇迹，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。从此，马王堆女尸的不朽成为人们不停追寻的疑问。这时，墓葬的发掘工作已经基本结束，但是女尸的身份依然是一个谜团。在文物的清理过程中，人们发现了一枚印章，上面刻着“妾辛追”几个字，说明墓主人的名字叫辛追。另外，在一些随葬器物上，印有代侯家成和代侯家的字样。根据史书记载，代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个侯爵，曾在长沙国担任丞相，由此基本确定墓葬的年代属于西汉初期。地方志里关于五代十国楚王马殷墓的说法是错误的。那么墓主人难道真是代侯的妻子吗？代侯只是一个位次一般的小侯爵，享有封户700户，而墓地的豪华程度，怎么看也不像属于一个小侯爵的夫人。墓主
西汉贵族流行服用所谓的仙丹，仙丹其实都是用天然矿物炼制而成，含有微量的汞，对身体有害无益。那么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呢？人们在女尸的胃肠中发现了138粒半还没有消化的甜瓜瓜子，也就是说，在死亡前不到1天的时间里，她曾经吃了大量的甜瓜。她一定是个喜好甜食的贪嘴的女人。贪嘴能致人死命吗？人们想到，在墓中还发现了不少动物的骨骼，有兽类、禽类和鱼类，它们大部分都是女主人的食物。辛追一定是个十分讲究吃喝的人。水葬品里面很多种动物性的食物它都有，所以可见是当时营养是太过剩了，是很容易得这个冠心病的。医生再次仔细检查了辛追的生理状况，发现他患有胆结石，一块石头就堵在12指肠口。食用太多甜瓜会引起胆绞痛，而辛追同时还患有严重的冠心病，70%的主动脉堵塞。医生推断，辛追死于胆绞痛诱发的冠心病。能如此清晰地了解2000多年前人类的死因，在考古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。这得益于尸体良好的保存状态。解剖结果说明，尸体只出现了早期腐败的症状，也就是说，当尸体暂时被细菌侵蚀后，便成功地阻止了大自然的进攻，时间就此停止了。他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能拥有不朽的躯体？环境中，尸尸才可能不腐烂。古墓的温度虽然比较恒定，但不可能很低。有人猜测，古人可能用了什么特别的方法，把无所不在的空气挡在了墓室外。挖掘的结果显示了墓葬独特的结构。巨大的椁室放置在20米深的墓坑底部，椁室四周堆积着半米厚的木炭。木炭的外面是厚达1米的白膏泥，然后再在墓坑里填满生土和夯土。女尸的不朽是否跟这种结构有关呢？显然，木炭具有很好的吸水性，可以吸收渗入的水分。那么白膏泥又起了什么作用？它的学名叫味精高岭土，它是这个东西，它保护了它。这个东西密度很大，地质局用那个机器来看的24小时，它不漏水，就这么厉害。但是，同样的方法在中国南方的墓葬中曾经普遍使用，并不都能取得像马王堆女尸这样的效果。人们怀疑，一定还有鲜为人知的原因，才使得马王堆女尸千年不朽。女尸出土时，在内棺的底部有一些神秘的棺液。从检测的结果看，棺液里含有乙醇和乙酸的成分 ，pH 值5.18，为弱酸性。从理论上说，弱酸的环境确实有助于抑制细菌的繁殖。当年女尸解剖小组专门提取了部分棺液，做了一个实验。结果是没有任何效力，没有任何效果，等于零。在我们的视野来讲，这个棺液是没有防腐作用的。但是有人提出，棺液当时没有保存好，已经不是原始棺液，实验不能说明问题。
因为包裹女尸的衣物也浸泡在棺液中，这些衣物有丝绸，也有麻布，它们的保存就发生了不能解释的现象。你比如说，这个丝绸啊是蛋白质，是有机的东西，它不怕酸。这棺水是酸的了，棺水的pH去值是5%，但是呢，这个丝绸坏了。这个麻布呢是植物纤维啊，是不是？它本来怕酸，哎，结果它非常结实。后来我就拿这个麻线呢，这个麻线和一根新麻线，到北京造纸研究所有个拉力机啊，拉力机来了，它同时段，你说明它基本上等于是新的。所以现在这咱们物理学家也好，生物学、化学家搞不清楚这什么违反了规则，所以很多疑问，啊，很多谜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如果真的是棺液使得尸体千年不腐，那它们到底来于何处呢？有人猜测，这些棺液是古人在埋葬前刻意喷洒的防腐剂。也有人认为是长久渗入的水蒸气慢慢凝结而成的结果。还有一种说法是尸解水，也就是人体分解出来的水分。就说你这个人体里面含了有60%到70%水分，原来的水都是结合在身体里面的，你腐败以后，这结合的水都分解出来了，所以就聚起来，就变成叫尸解水。谁也无法说服持不同观点的人。很多人都认为马王堆女尸是一个历史的偶然，类似的惊喜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了。20多年后，奇迹再次降临。这一次是在距离长沙1000多公里的江苏省连云港市。2002年7月，在双龙村的一个建筑工地上，人们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深约5米的大土坑。考古人员判定，这是一座西汉中晚期的夫妻合葬墓。收住压力啊！现场清理完3口棺木，其中地位最尊贵的男主人头颅骨完好无损，颅内脑组织完好，但另外2具尸体已经几乎完全腐烂。还剩下1具棺材没有来得及在现场打开，只好运回连云港市博物馆。第2天上午，工作人员开始清理3号棺。用钢钎撬棺盖时，不小心裂开了一个5公分的缝。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，人们透过裂缝，清楚地看到了一只脚。在采取了适当的保护措施后，当天下午3点钟左右，考古人员打开了棺盖。一具仰面漂浮在棕褐色棺液里的古尸，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。这一发现又一次给人们带来希望。也许它的出现能解开马王堆女尸的不朽之谜。好，来一个，来，好，等着不呢？这个啊，这个好嘛，好。2003年6月。连云港女尸被送往连云港市人民医院，来自南京和上海的专家集聚在一起，开始探究女尸的秘密。医务人员用 X 光和 CT 扫描，
对女尸做了全面的检查。检查中发现，这具女尸的左眼球还比较完整，脑组织尽管缩小了，但仍清晰可见。他全身的皮肤，绝大部分的皮肤非常好，非常细腻，而且没有什么，你比如说整个背部非常好。之后，专家们对女尸实现解剖。解剖结果有更多惊人的发现。女尸的脑组织尽管萎缩约1/2，但保存完整，大脑额叶的沟回清晰可见，三叉神经也保存得非常好，肌肉牵连仍然有弹性和韧性，脊柱很直，足底纹路清晰。打开胸腔、腹腔，发现内脏器官保存完整，虽然粘连在一起，但心、肺、肝、肠都能辨得清。解剖的结果还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，从中我们将了解到许多有关人类学和病理学的知识，但关于女尸不朽的疑团却仍然没有破解。和马王堆的墓葬条件相比，连云港的墓葬要简陋得多。不仅封土比较少，而且它没有大量的木炭和白膏泥。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，同一个墓葬中，同样的环境和密闭条件，为什么其他3口棺内只剩下了零星的骨头，单单这具女尸如此幸运？女尸出土时的棺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，这让人联想到当年马王堆女尸的棺叶。然而，根据对棺叶样本的分析，发现连云港棺叶 pH 值为7.55，呈弱碱性，而且还含有血红蛋白，和马王堆木棺里的酸性棺叶截然不同。从理论上说，碱性液体似乎并不十分富有。相比之下，同属于西汉侯爵等级的马王堆女主人则显得相当富裕。难道她的地位比女侯爵还要尊贵吗？她有着什么样的容貌和性情？现代人能有幸目睹她曾经的美丽吗？在她的背后，是否还隐藏了一个庞大家族兴衰沉浮的历史？